這是你要做一個世界級流行的文化作品的前提，必須要從世界級的文化潛意識中的奇遇開始，然後立刻承接下一場異世界的奇遇。這就像原神的第一個地圖必須是蒙德，第二個地圖必須是璃月，否則它在全球範圍的流行程度一定會差很多。大家好呀，我是花散里。1個月之前，我制作了幕府將軍的前半段無劇透評價，它有一個非常出色的開頭。現在這部劇已經完結，今天就讓我來做它的全集總結和評論。這次是包含了劇透的常規劇集總評，在意的觀眾還請謹慎觀看。首先呢，我要給上次的前半段總結打個小補丁。其實我沒有看過幕府將軍的原作，這不是我喜歡的小說類型。看之前視頻的評論，似乎有觀眾誤會了。學坤的制作質量是極其高的，開播之初就在所有的大型影評平台和影評人那裡獲得了幾乎100%的好評。還沒有完結時，就被普遍認為會成為艾美獎中的高光作品。不過簡體中文平台的情況略有不同，這也是常有的事。該劇的2個重要角色，扮演戶田居子的澤井信奈和扮演吉井胡勇的真田廣之，也是着實火了一把。尤其是澤井信奈，這一次應該是演藝生涯的一次大台階了。憑借此劇的他和憑借偵探的朱迪福斯特兩人，現在看來可能是今年艾美獎最佳女主角的最有力競爭者了。那如果她能成为第一個拿下艾美獎最佳女主角的日本人，事業肯定是會更上一層樓的。那進入正題，首先學坤這部劇整體是要展現主角吉井胡勇成為將軍的詭詐與計謀，因此呢，在故事構成上也採用了類似的結構，用了些許狡猾的方式來給觀眾展示故事的全貌，讓觀眾更真切地見識到了胡勇的計策。以德川家康為原型的胡勇掌控着劇中的一切，最後讓觀眾們發現，原來我們一直在看的是這個未來成為將軍的男人的策略。作為架空創作的美劇，要和借用歷史人物的大河劇做對比，可能不太合適。不過好在二者都不太在意還原歷史情節，倒是能給創作者們激發類似靈感的機會。吉井胡勇的人設，在我看來最接近於軍師官兵衛中的德川家康，他很狡猾，而且很自信，自信到毫不掩飾自己的狡猾。這種壓力感從第1集開始就展示給了觀眾，他對劇中的各種角色的行動和感情，甚至包括對武士道文化，都充滿了政治利用，展現了一個無情的政治家的形象。為了展現這一點，制作團隊在人物配置和敘事上也進行了安排，塑造胡勇是一個好人，而對手則是壞人的形象。比如呢，在對手勢力方面，我們會看到他們的野心、各種陰謀和背叛，而胡勇的周邊人物卻被描繪得更有人格魅力。他們在四面楚歌中尋求生路，讓觀眾們對他們產生好感。即使是到了最後圖窮匕現，狡猾的胡勇通過了一系列策略成功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也要讓忠於他的角色得到觀眾的認可。利用了忠誠這一武士道文化中的美德部分，讓觀眾們對胡勇繼續產生好感。對於不了解戰國時代的觀眾來說，學坤也通過這種視角的引導，讓觀眾更容易接受時代背景設定，從而理解胡勇巧妙地利用武士道文化的真實故事。總的來說，這部劇是一部非常成功的電視劇，在劇情、人物和表達方式上都表現出了很高的水準。那這部劇作為日本文化的劇集，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受到超越大部分大河劇的讚譽，當然也與它比日本劇集們高到不知道哪裡去的充足預算有關，使得策劃團隊呢能夠在深入的時代考證之後，再創作出既豪華又精細的藝術畫面和基於日本文化的演技。如我在前半段評價中說的，這些不僅僅是在表面上的展示，而是隱藏着人物的真實情感。這種本質被精確的把握，再符合邏輯和背景的展現出能讓現代人共鳴的故事，是現在的大河劇們最為缺乏的。畢竟學坤平摊到1集的考劇預算，可能都超過現在1集大河劇的總預算了。我在2、3年前的幸村之死的視頻中說過這樣的原則：對於大眾娛樂作品，本就不應該去要求它展現真實歷史故事。大河劇做更多的考據，也不是為了還原歷史，而是為了避免不負責任的信口開河。創作團隊知道的越多，只是讓劇中的錯誤越少，更方便於尋找更合適的假說，而不是要讓劇中的正確的史實增多。學坤在對日本戰國時代的描繪上，對大河劇們的碾壓確實是制作預算上的勝利。再看一次，你甚至會發現，連泰格的床褥這種細節都能夠看出考據的痕跡。這部劇在這些歷史文化上的塑造有多出色，還請回看之前的前半段總評。同時呢，這種塑造也在劇中通過視覺效果增強了。比如夜晚的場景中，通常都是使用蠟燭光線照明，這不僅給人日本的氛圍，也能讓觀眾更加集中注意力去解讀人物的表情。另外，菊這個有點 L 有點hentai的角色設置，我也挺喜歡的。hentai確實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而且是在很多地方都喜聞樂見的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能融入到故事中當然是極好的。這樣聽起來，可能這部劇像是一部藝術性很強，但是難以理解的劇集，其實並非如此。故事本身也絕非這部劇的短板。故事大致可以分為3個部分，從第1集到第3集是介紹日本戰國的時代背景。儘管我的觀眾應該對此都比較了解，即使不是大河劇的長期觀眾，可能也都是信長之野望呀、太閤立志傳之類的遊戲老玩家的。但是對一般觀眾而言，尤其是歐美的觀眾而言，日本戰國時代可能不是一個熟悉的話題。通過設置英國航海士暗征漂流並且發現了超高生存難度的場景，讓觀眾們產生緊張感和興趣，在不需要对細節有太多具體了解的情況下，也能簡化理解時代的環境。暗征和其他的西洋人在船上時會討論天賜的解脫等等概念，這與第1集最後人命如草芥和不畏切膚的場景形成了對比。這些不僅是後半部分的高潮關鍵，也作為生存元素，讓人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脅。不過相比於前面說的這些生死一線，在第3集的劇情中，這種緊張感反而是最為強烈的。其他的角色們都是日本人，並且說日語，他們不會直接說出結論，而是採用繞彎的表達方式，這就更接近於現實中人們會面對的困難。這種已經擁有了生存希望的暗征，需要極力避免災禍發生的情節，其緊張感反而比之前從僵史中獲救時更加強烈。在第3集中，胡勇把暗征提升為起本之前的對話，把觀眾們的緊張感提升到了頂峰，然後情節突然轉變，既是提升了戲劇性，也是展現出胡勇出色的 PUA 技巧。在前3集中，作為文明更發達的西洋人，暗征改变周圍環境和引導胡勇想象未來可能性的嘗試也是關鍵劇情，像是和西班牙人羅德里格斯成為好朋友和大炮的情節等等，都非常暗示暗征将成為 RPG 游戲主角一般的英雄的氣氛。当然，看到後来，其實暗征本身也是在游戲中，新的價值觀并沒有啟發周圍的人，最終是在第1集中，通過他理解切腹的解釋，展示了這部作品的奇遇屬性。前3集其實很大的目的，就是為了向觀眾導入環境，偽裝成一個中世紀歐洲主角的奇遇故事。這是你要做一個世界級流行的文化作品的前提，必須要從世界級的文化潛意識中的奇遇開始，然後立刻承接下一場異世界的奇遇。這就像原神的第1個地圖必須是蒙德，第2個地圖必須是璃月，否則它在全球範圍的流行程度一定會差很多。當然，前3集除了這個主要目的，也利用了西洋人主角不出戲的揉入了這是什麼文化呀這樣的吐槽，客觀的向我們展示日本的文化。我沒有乘機專門拉踩怎麼辦家康的意思，只是最後電電查查的那段長台詞真的是太爛了，太容易想起來了。然後從第4集到第6集，則是描繪了暗征與駒子的互動，通過讓觀眾關注暗征和駒子的浪漫故事，實際上是在深入的挖掘胡勇策略中的關鍵人物駒子。因為如果一直以暗征為主角觀看的話，之後突然轉向以駒子為中心的故事時，可能會讓觀眾有出戲感。但是以兩人之間的關係為外在劇情核心的話，觀眾就更容易接受這一轉變了。駒子有一個作為背叛者明智的女兒獨自生存下來的過去，之後又出現了他與戶田家的關係，以及與落葉方的友誼。主創團隊要在這裡迅速地將駒子塑造成一個有吸引力的角色，其實還挺厲害的。雖然他的這些故事明明是逐漸被描繪出來的，但是在第4集僅僅1集的時間之內，就通過從2個主角在溫泉背對背討論前往英國的美好場景，到黑暗中駒子走向暗征床邊的場景，讓觀眾迅速地被駒子這個角色抓住，想要更多的挖掘駒子這一角色，從而理所當然地接受從暗征主角到暗征駒子雙主角的轉變。在保持日常情節的同時，持續的胡勇出場和他在暗征面前的誇大表演，也在暗示2人的關係並不是想象中那麼自由。從第7集到第10集，圖窮匕現，展現胡勇完成的策略。在這一部分，制作團隊不僅關注故事結構和鏡頭語言，演員們的演技突然有了斷崖式的發力，通過他們的演技來描繪轉折，在全劇快要結尾的時候，形成了一個新的看點，抓住觀眾們的興趣。其實真要說胡勇的策略本身，老實說有種后見之明的感覺。即使從第1集開始，故事就設立了許多伏筆，但是這些伏筆過於複雜了。如我在去年鎌倉殿的13人總評的視頻中的觀點，這種處理會脫離常識邏輯，並不是表現一個人多智近妖或者陰謀狡猾的好方法。對這部劇而言，最明顯的這種反效果的體現，我認為是胡勇的整個計劃就像在關原之戰前的賭博，成功的可能性其實很低，僅憑伏筆的回收來吸引觀眾，在我看來說服力並不夠。
而且對於歐美觀眾來說，對於這種多重身份影響極弱的東亞古代政治遊戲的潛規則邏輯，也許並不好理解。即使展示了伏筆的回收，可能也難以引起共鳴。當然，這是我的個人猜測。但是這部劇到最後還是出現了再一次的口碑高潮。我認為就是因為演員們在最後的劇集中的出色表演。在第8集和第9集最為明顯，劇情發展的說服力幾乎就是靠演員的演技和情感壓力來推動的。比如第8集中廣松的切腹，雖然邏輯上不怎麼合適，但是觀眾在看到那樣激烈的場景之後，也不得不接受，為了劇情他必須要在這裡殺青。這有點像《銀河英雄傳說》中萊因哈特的發小吉爾菲艾斯被刺客殺死一樣，因為如果他不死的話，憑借他和楊威利的關係，帝國和聯盟多半都要停戰了，所以我們只能接受他潦草殺青。修觀在這一段很多情節能成立的基礎，其實也都是其他的情節中演員的出色表演增強了說服力。第9集駒子單獨走上戰場的鏡頭，除了讓觀眾看到駒子的堅定，我的感覺更多可能是為了讓二階堂富美扮演的落葉帆飆一波極難演技，給駒子留下名鏡頭片段，然後有更多的資本衝擊艾美獎最佳女主角。到了第10集，駒子最終與暗真結合之後，劇情又突然讓她退場，以及暗真拼命學日語的場景，也有點給觀眾帶來震撼然後衝擊獎項的嫌疑。當然，本身這個情節也是足夠震撼的，就他明明就很老套，靠暗真的日語來渲染駒子的存在感。拜托，我在幾十年前的 Galgame 秋之回憶1裡面就看過這種故意渲染的方式了，這麼老套的表達手法啊！但是我又被觸動了一次，雖然很老套，但是真的很有用。总的來說呢，我對這部劇大體是沒有不滿的，尤其是對於當時日本文化的非常深刻的表達和還原，有一種集合了老派大河劇和新派大河劇兩種優點的爽快感。不過這部劇對於日本文化的精彩表達，我已經在之前的前半段評價中說的比較清楚了，這裡就不赘述了。對於這部分感興趣的話，還請自行一步。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啊！我們下期再見。